各位朋友好，我是程志远，很高兴在会活智库与大家见面。今天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您每天吃的东西是在滋养身体，还是在悄悄积累负担？前几天和老同学聚会，大家都在感叹，一位大姐说菜价肉价涨，退休金不涨，真遇到健康问题，积蓄都能被消耗不少。这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。我们年纪渐长，身体如同使用已久的车，零件难免需要更多养护，一些常见问题也容易找上门。很多人为此感到焦虑，花费不少购买各种营养品，结果钱花了，身体状态却未必改善。我就见过不少因不当补充营养而导致身体不适的情况。所以今天我程志远必须跟会活智库的家人们说句心里话，想要养护好身体，想要保持血管健康，真的不用花那么多不必要的开销。咱们的传统智慧早就提到，药食同源，真正有益的东西往往就藏在最平常的一日三餐里，就在你家楼下的菜市场里。今天这期内容可能是我做过的最实用、最经济的分享之一。我特意花了很长时间，从上百种常见食材里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种。它们价格亲民，但它们在支持身体自我调节、维护循环系统方面的作用却被很多人忽视了。在营养学和传统养生观点看来，它们对维持身体良好状态颇有助益。如果你能学会怎么吃、怎么搭配，它们不仅能帮助身体减轻代谢负担，还能像细致的清洁工一样辅助维护循环系统的通畅。对于那些长期关注血压、血糖、血脂状况的朋友来说，坚持恰当的饮食，或许能感受到积极的改变。在开始今天的内容前，我想请大家做个小小的互动。如果您也希望自己到了晚年能有一个状态良好的身体，有通畅健康的循环系统，真正做到少受不是困扰，请在评论区打上健康2个字。这不仅是给我的鼓励，更是您对自己的一份关爱承诺。咱们中国人讲心诚则灵，这份对自己好的心愿就是改变的开始。好了，咱们闲话少说，直接来看看第一位养生帮手。他长得其貌不扬，细细长长像根树枝，经常躺在菜摊的角落里，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，他就是牛蒡。说到牛蒡，年轻的朋友可能有点陌生，但咱们父母那一辈或者喜欢日式料理的朋友应该不陌生。在古代典籍里，牛蒡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，后来传到日本被广泛食用。在日本它很受重视，几乎日常都会用到，还给它起了个特别的称呼，叫东洋参。您听听，能跟餐类沾上边，就知道它很被看重。那它到底有哪些特点呢？牛蒡对身体的支持主要在于它含有的一些独特成分，比如牛蒡苷和木质素。咱们身体日常代谢会产生一些物质，有的容易处理，但有的相对顽固。牛蒡苷有助于促进这些物质的代谢清理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在发挥作用的同时还很温和，这就要提到木质素了。咱们的身体细胞每天要进行许多工作，容易感到疲劳甚至受损。木质素就像给细胞提供一层保护，一边协助清理，一边还为细胞补充营养，帮助它们修复。所以说，食用牛蒡等于一边协助身体清理，一边又提供滋养，双管齐下。那这牛蒡买回来带着泥土，皮又不好处理，到底怎么吃呢？我给大家推荐2个简便方法。第一个，做牛蒡茶。你不用买新鲜的，直接去药店或干货店买切好烘干的牛蒡片，选颜色淡黄有淡淡香味的，每天取一小把，大概7、8片，放进保温杯，用滚烫的开水冲泡，焖上10来分钟。这时茶汤金黄，喝起来有醇厚感。这一杯可以反复冲泡喝1天。最后泡软的牛蒡片还可以嚼着吃，一点不浪费。每周喝1、2次，坚持下来，你会感觉身体轻松，早上口腔不适感也会改善。第2个方法是做菜，比如牛蒡炒肉丝、牛蒡炖汤。如果用新鲜的，记住皮不要削得太干净，用刀背或清洁球轻轻刮掉最外层就行。切好后容易变色，可以泡在加了点白醋的水里，炒的时候搭配肉丝、胡萝卜，炖汤时放几块和排骨一起炖。牛蒡能让汤更清甜不油腻，
不过要注意，牛蒡性质偏凉，脾胃偏寒的朋友炖煮时可以加2片姜。孕妇和哺乳期妈妈食用前最好咨询一下专业人士。讲完了牛蒡，咱们来看个奥味，这味的名气可就大多了。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劳医生开药方，它就是白萝卜。在民间它还有个亲切的名字叫小人参，你看又是个带参的，足见大家对它的喜爱。白萝卜对身体的益处之一是帮助应对饮酒后的不适，这点特别想跟偶尔有应酬或者逢年过节爱喝2杯的朋友说说。年纪大了，身体功能不如年轻时，喝同样的酒，现在可能2天都缓不过来，头晕乏力，这是身体代谢能力下降的信号。酒精在身体里会转化成乙醛，这东西对身体有影响。白萝卜含有的酶和维生素能帮助加速乙醛分解，缩短它在体内停留的时间。所以如果家里有人要喝酒，可以在酒前或酒后喝1杯生榨的白萝卜汁，半根白萝卜洗净带皮榨汁，如果太辛辣，加1小勺蜂蜜调和一下，喝下去能舒服很多。除了这一点，白萝卜对维持身体指标平稳也有帮助。它热量低，纤维高，吃下去饱腹感强，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蠕动，含有的钾元素能平衡体内的钠，对维持血压平稳有好处，还能帮助延缓血糖上升速度。那白萝卜怎么吃最好呢？吃法很多，但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肠胃，我特别推荐一道白萝卜豆腐汤。白萝卜清热顺气，豆腐富含优质植物蛋白，低热量高蛋白，对身体有益。做法也简单，白萝卜切块，先焯一下水，去掉辛辣味和可能引起胀气的成分。锅里少油爆香姜片，加开水，这样汤才奶白，放入萝卜块中，小火炖15分钟。萝卜软了后，放入豆腐块，再炖5到10分钟。最后加少许盐，一点白胡椒粉，撒上葱花即可。这碗汤清甜温暖，秋冬喝特别舒服。不过白萝卜有下气的作用，如果正在服用一些补气药材，最好错开时间吃。脾胃特别虚寒的朋友，也建议煮熟吃，并搭配姜片。好了，说完了地里长的，咱们再来看一种像树根一样的宝贝——葛根。它看起来干巴巴的，但在支持身体循环系统方面可是有不错作用的。如果说白萝卜有助于应对饮酒不适，那葛根就是对维持肝脏状态有帮助的食材。它里面有个关键成分叫大豆甘源，能支持身体代谢酒精的酶的活性，让酒精尽快代谢掉。现在很多人饮食中脂肪摄入较多，葛根里的黄酮类物质能帮助调节血脂。葛根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对循环系统的支持，这对我们中老年人太重要了。它含有的葛根素有助于改善微循环。咱们年纪大了，手脚末梢的毛细血管容易循环不畅，导致手脚发麻、头晕、眼前发黑。葛根素能帮助这些小血管扩张，血流更顺畅，给大脑和心脏送去更多氧气和营养。它还能帮助放松血管，对辅助维持血压平稳有好处。葛根一般不当菜吃，主要是用它的干品或葛根粉。这里分享2个吃法，第一个是陈皮葛根茶。葛根性质偏凉，陈皮性温，能健脾化湿，两者搭配兼顾调理。去药店买葛根片和陈皮各取10克，开水冲泡焖15分钟即可。第二个是冲葛根粉，记住诀窍，先用少量凉水把葛根粉调成无疙瘩的糊，再一边搅拌一边冲入滚烫开水，它会立刻变成透明胶状，可以加蜂蜜或坚果当早餐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葛根有一定辅助调节血压、血糖和扩张血管的作用，所以血压偏低的朋友不适合大量吃，正在服用相关药物的朋友最好先咨询医生。肠胃虚寒的朋友也要注意用量。聊完了葛根，咱们来说说第4种，它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主食里的营养优选——荞麦。很多人觉得粗粮口感粗糙，不如白米饭好吃，这可是大大的误解。在五谷里，荞麦是营养非常全面的优等生。荞麦对身体的注意主要靠它丰富的烟酸维生素 B3，
你可以把烟酸想象成身体代谢系统的助燃剂和润滑油。身体代谢需要各种酶参与，烟酸是许多关键辅酶的组成部分。补充足够的烟酸，就像给身体的代谢工厂升级了设备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。而且和精白米面比，荞麦有3大优势：第一，蛋白质更优质，氨基酸组成更好，尤其是富含大米里缺乏的赖氨酸；第二，微量元素如维生素 E、铁、锌、硒含量更高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它是低升糖指数食物，吃下去后血糖缓慢上升，不会像白米饭那样让血糖上升过快，这对维持胰岛功能、稳定血糖非常有益，间接也减轻了身体的代谢负担。那荞麦怎么做好吃呢？最推荐的是荞麦杂粮饭。第一种也是最容易融入日常的，就是荞麦杂粮饭，这是我最推荐的方法，简单方便，容易坚持。但要注意，荞麦米的外壳比较硬，如果您直接把它和普通大米一起淘洗下锅煮，常常是大米都煮烂了，荞麦米心还是硬的，吃起来像有沙子，口感很差。所以有个小诀窍，煮饭前先把荞麦米单独拿出来，用温水提前浸泡2到4个小时，让它充分吸收水分，变得饱满柔软些。刚开始尝试吃粗粮的朋友，胃肠道可能需要适应，您可以按照大米和荞麦4:1的比例来搭配，比如4杯大米配1杯荞麦，等慢慢习惯了它的独特香味和口感，觉得能接受了，再逐渐增加荞麦的比例，调到3:1甚至2:1，把泡好的荞麦和淘洗干净的大米混合在一起，放入电饭锅，加水，水量要比平时单煮白米饭时稍微多那么一点，然后正常煮饭即可。这样煮出来的饭既有大米的软糯，又有荞麦的颗粒感和嚼劲，还会散发出一种特有的谷物清香，真的是越嚼越香。第二种吃法是变化版，也是咱们很多人喜欢的荞麦面，现在超市里都有卖那种现成的干荞麦面条，大家买回来可以做成热汤面，放点青菜、菌菇，再握个鸡蛋，或者在炎热的夏天做成清爽的凉拌面，把面条煮熟，过一下凉开水或冰水，口感会特别筋道爽滑，配上一点清淡的酱油，一点香醋，喜欢的话可以加点芥末，再撒上葱花和海苔丝，一口下去既消暑又满足。比起吃油乎乎的炒面或者营养成分比较单一的精致面条，荞麦面无疑是更有利于身体平衡和血糖管理的选择。不过荞麦虽好，也有2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。第一，它毕竟是粗粮，膳食纤维含量高，对于消化功能比较弱，胃不太好，或者刚做过肠胃手术还在恢复期的朋友，一次不要吃太多，要循序渐进，给肠胃一个适应的过程。第二，荞麦的性质也稍微偏凉一点，如果是脾胃虚寒，很容易拉肚子的朋友，吃了如果感觉胃部不适，可以适量减少比例，或者在煮饭的时候放一点点暖胃的香料，比如姜黄粉，姜黄本身也对身体有滋养作用。最后咱们要请出第5位，它看起来黑黑皱皱，却是传统养生里的固本佳果乌梅，它可不只是酸梅汤的原料，在滋养身体方面有独特作用。乌梅的妙处在于以酸滋养，传统理论讲酸入肝，酸味食物能滋养和收敛身体主疏泄，但疏泄太过，人就容易急躁上火，精力耗散。乌梅极致的酸味能起到收敛固涩的作用，帮助身体把精气固守起来。同时乌梅的酸能强烈刺激唾液和胃液分泌，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总觉得口干、眼干、皮肤干，这是身体津液不足了。乌梅是优秀的津液补充剂，让你满口生津，消化液充足了，食物消化吸收更好，产生的代谢物就少，从源头上减轻了身体负担。乌梅本身的有机酸也能直接参与身体代谢过程。当你熬夜后疲惫、饮酒后不适或感觉上火口苦时，吃颗乌梅会舒服很多，但别买市面上的酸梅饮料，糖分太高。我教大家在家做乌梅冰糖饮，准
准备干乌梅和山楂干各9克，洗净温水泡半小时，连水倒入锅中，加约1500毫升水，大火烧开，转小火慢熬30到50分钟，最后加冰糖和最关键的一克盐咸，能软坚引药效下行，还能让甜味更醇和，融化后即可。放凉或冰镇后喝，酸甜生津，比任何饮料都健康。要注意，乌梅酸性强，胃酸过多，有胃溃疡的朋友不宜空腹大量喝，喝完最好漱口保护牙齿。感冒、发烧、咳嗽、有痰时暂时别喝，以免影响恢复。朋友们，今天咱们在汇活智库认识了5位了不起的养生帮手，能泡茶、能炖汤的牛蒡，有益身体的萝卜，支持循环的葛根，当主食的荞麦，生津固本的乌梅，它们从不同角度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提供支持。养护身体的智慧真的就藏在平凡的3餐中。在大家准备尝试这些食物之前，我程志远还有4句比吃什么更重要的话要嘱咐大家，这可以说是养护身体的心法。第一，好心情是最好的滋养。传统观点认为情绪与健康相关，你吃再多好东西，如果整天生气、焦虑、憋闷、气机郁结，身体也好不了。凡事看开点，少计较，多笑笑，这种情绪的舒畅是任何食物都替代不了的良药。第二，食疗不能代替专业治疗。咱们今天说的所有食物都是日常保健辅助调理的。如果你已经被医生明确诊断有特定健康问题，一定要遵医嘱按时进行专业干预，千万别自行调整，那很危险。第三，过犹不及，适度为佳。再好的食物吃多了也可能变成负担。牛蒡、白萝卜、葛根偏凉，脾胃寒的人要注意搭配或减量。真正的健康源于饮食的均衡多样，而不是只盯着一样猛吃。第四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根本，在吃对的同时，更要避免做错，少吃油腻煎炸和腌制食品，严格限制饮酒，晚上尽量别熬夜，每天找时间活动活动身体，管住嘴，迈开腿，睡好觉，这9字真言才是健康的基石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真正帮到汇活智库的每一位家人。从这周开始，不妨去菜市场把这些平价宝贝请上餐桌，用最自然的方式守护我们最宝贵的健康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用，请给我点个赞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受，更希望你能把这篇内容转发给关心的人，让我们一起把健康握在自己手里。我是程志远，再会活智库，陪你一起走好健康人生的每一步。祝愿大家身体安康，生活幸福绵长。咱们下期再见。